要赶快来关心到中美科技战在此刻又再度的升级，尤其是针对于晶片战的部分。现在呢，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寄出的制裁又更加的严谨了。到底美国在怕什么？我们要来看到它从各个方面来做的限制，包括从记忆体，还有呢禁止晶片的转运，甚至台湾的部分也推刑责来做封口。艾斯摩尔的执行长在此刻也直接示警说，再这样搞下去，对于艾斯摩尔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哦。那么中国大陆的部分现在则是加速的要发展，希望能够做到3奈米。那么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。好，美中的这一场晶片战，我们今天会从几个方面来做解读，包括了从记忆体、出口管制跟全链的封锁3大战线。因为呢，美国的战争部现在又祭出了这个黑名单哦，多家中国的重量级的企业再度的被点名。先前我们谈过了，包括了阿里巴巴、百度跟比亚迪都是在黑名单当中。现在呢，确定再新增了2家，而且这2家都是大陆非常重要的记忆体大厂。本来是没有事情的，在2月份的时候一度是列入黑名单当中，但是又说不用，但现在又确定要再被列入制裁当中。这2家记忆体就是长兴存储跟长江存储了，代表说现在美国非常的在意大陆发展的记忆体晶片，成为接下来的科技战重要焦点了。美国不只是限制这个战争部跟这些企业的合作，未来从2027年开始也限制第三方转运，并且来做封锁。我们要来看到彭博社的最新的报道，包括了台湾的部分也会受到影响。台湾的部分为了配合美国的科技管制呢，正在研议晶片出口管制做一个比较严格的限制。未来如果没有经过授权的话，不准转运到中国大陆。如果敢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话，那么是首度的恐怕面临刑事上面的责任，这是首度哦，有刑事的责任。艾斯摩尔的执行长在此刻呢，他也出来说话了，因为呢，当然了，美国针对于日本还有这个荷兰，它的盟国都有所限制。特别是在这一些高阶制程的半导体部分，所以艾斯摩尔的执行长福克出来喊话，他说呢，要这些盟国自己小心一点，尤其是这些欧洲国家的企业，不应该过度干涉供应链，并且指出艾斯摩尔在欧洲的销量只占它总销量的1%，亚洲对他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市场，高达80%的市占。因此呢，如果去做限制的话，会使企业，它指的是艾斯摩尔，面临很大的一个风险。他特别小心的说，企业应该尽可能的靠近自己的客户才对。美国各种的限制，艾斯摩尔反对是反对，但是是不是逼中国大陆建立自己一条去美化的半导体供应链？赖老师怎么看？我当然是嘛，因为以艾斯摩尔的担忧，其实他如果更清楚明白的告诉美国人说，我艾斯摩尔如果未来倒的话，你美国人也倒了，你欧洲人也倒了，因为包括台湾也倒了，韩国也倒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用的都是艾斯摩尔的光刻机嘛。对。那艾斯摩尔的光刻机之所以能够继续营运存在，是因为它有赚钱，它有赚钱，所以它本身能够养这些科学家、工程师、工作人员，不断的去帮他生产艾斯摩尔的产品。他们才能够不断的去卖给台湾、台积电，或者是卖给三星等等的这些半导体，包括马来西亚的这些半导体的公司嘛。可是如果说他一旦不但赚不到钱了，或者是他开始亏损了，那你一定由政府来贴到最后政府贴不下去，他就倒闭嘛，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。那为什么他什么时候会不赚钱呢？就大陆把光刻机做出来的时候，它就不赚钱了嘛。大陆现在是2条腿走路，这个策略跟它过去在发展汽车的策略是一样的。也就是说，大陆它目前的策略，过去它在做这个汽燃车，它一直用了很大的力气在研究这个发动机，可是它的发动机再怎么去做，赢不了日本，赢不了德国、欧洲、美国等这些国家，所以它的传统的汽车工业在生产发展中，它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，因为它的核心的部分就是那个发动机嘛，那个发动机一直赢不了，所以可是它在走这个传统的路线的时候，它同时也在走就是电池的问题，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绿能的电池的汽车嘛，结果电池突破了。核心的这个技术突破了，
它就不再走这个汽燃车了，它走电动车。它现在走也是一样，一个走光子，一个就是走这个光刻机，它2条路走，对，2条路走，看哪一边先突破，哪一边赢了就走哪一边，另外一边就收掉了。所以我个人觉得，大陆目前来讲的话，观察起来，大陆绝对会突破光刻机。这就 ASML 为什么会越来越担心？一旦大陆突破了，它光刻机自己能够生产制造，它开始卖给全世界，它销价半价卖的时候，就把你 ASML 打趴了。ASML 一旦一打趴，那你倒了，那就他的天下了。这个时候，你美国也倒了，欧洲也倒了，台湾也倒了，韩国也倒了。所以我个人觉得 ASML 它的紧张焦虑是有道理的。对，所以现在在美国的各种的限制之下，就如赖老师帮我们看到，包括中国大陆自己的部分，在晶片上从设计、制造到封装，都能够希望未来能够达成完全的自主化。刚刚老师也帮我们特别提到有关于这个设备的部分，现在呢就是说这个技术是光子的晶片做量产，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新创科技，这一间叫做普林科技。他说呢，未来他可以摆脱艾斯摩尔的 DUV 哦，他用的技术叫做纳米压印技术。可以在8寸晶圆上完成光子晶片的量产。重点来了，他说耗电量是 EUV 设备的1/10，成本只有 DUV 的1/10而已。好，这是设备端。再来看设计端，华为他先前宣布的说，他的今年的麒麟手机呢，可以靠逻辑折叠，性能达到台积电等效的3奈米制程。再来就是还有呢，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一些顶尖人物最新发表的言论。这位是中国的10颗设备关键人物，同时他也是中微半导体的领军者，他叫尹志尧。他曾经加上了这个参与过台积电3奈米制程的中国科学家，他叫达博。他们2位呢辞去了在日本的工作，现在率领核心团队回中国创业。他们做的这个中微的设备已经切入了5奈米和3奈米的制程，所以一边这个我们先来关心的是新创主打的这个奈米压印的技术，到底是真的能够绕开艾斯摩尔的技术吗？光科技的部分，杨老师怎么看？所以我很喜欢上这个节目了，就不只是谈战略经济，还谈这个科技的最前沿哈。那我也去查了一下，这个叫做普林科技哈，2个都斜玉旁的，它这个叫奈米压印技术哈，其实它大概没有办法完全取代艾斯摩尔的这个就是光刻机，特别是先进制程，因为它主要是针对8寸晶圆的，就是使用。那没有错，耗电成本都压到了1/10。技术上怎么做呢？技术上传统的那个 ASML 的那个光刻机哈 ，EUV， 它是像投影仪哈，就是把电路图缩小投影在晶片上面，然后用光刻把它给刻出来。那但是这个奈米压印机呢，就像盖章，一个是投影。一个是盖章，它通过直接的机械的接触，将眼模板上面的奈米电路啊压印在这个晶圆片上面。所以2个技术就不一样。那能不能够就是说有替代？至少在8寸这一方面哈，那一定替代，因为成本又低，用电又低。这个用电很重要，这跟我们家里面用电不一样。现在台积电整个这个半导体的用电量是非常严重的哈。那所以它第一个绕开了光学上的限制，那第二个呢，它也降低了成本，降到1/10，这都难以想象。但是它基本上是在补充，在整个美国对中国大陆的科技战的层面呢，已经做到就是8寸的，能不能再往前走？这个很难讲。通常他们自己认为这个并不是一个替代，而是补充。可是，在8寸的这个层面呢，这种是一个高度的替代，也就是在用电跟成本上面都达到，如果是一样的效果，而且它已经是规模化量产的哈，它不是在实验室里面的技术。那这种量产的东西，我觉得后续的发展相当可以期待。好，所以我们说看到设计端有华为，然后刚刚讲的是设备端有中微半导体，刚刚老师特别帮我们讲了这个奈米压印技术等等，会不会美中未来就是晶片自己走自己的一条路，那完全的分流呢？厉将军怎么看？确实是如此。这个中国在晶片上面的发展，由于被美国一直卡脖子、一直限制哈，所以它就变成自己要另外走出自己一条路。
那现在看出来已经不叫弯道超车了，它是另外发展一套的自己系统。是。那我们看哈，从这个晶片的制造的设计端来讲的话，美国我们都知道，它原则上它走的理论是摩尔定律。那这次这个华为他们自己研发出来是陶定律，是完全两者不同的这种理念来分别做发展哈。那第二个来讲的话，有关于刚刚这个晶片制造的技术来讲，一个是用投影的技术，另外一个是用印刷的技术，这也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理念。那未来到底是这两种体系会是一个取代另外一个技术，还是说两者互相并存？我认为两者会互相的并存哈。为什么我这样讲呢？当然，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这些科技，他们已经很多年了，你不太容易把它说是这个取代它的技术，而且它这些技术已经是完全蛮成熟的。但是中国哈，它为什么可以有机会发展？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，就是它市场够大哈。你如果说不给我自己市场够大，我们现在以鸿蒙系统来讲的话，鸿蒙系统它的终端用户已经到达6000户，每个月还可以有10几万户的增加。然后在全球来讲的话，它的这个鸿蒙系统已经是排名在 Android iOS 之后的第3位。